将軍からお電話です。隊長、将軍は我々に新しい任務を与えたのですか？中国政府は、100万人の軍隊を動員した我々大日本帝国の行軍を阻止するつもりだ。武漢への進軍。我々、行軍が前進するために、悲惨な代価を払うことになる。そのため、将軍からは、武漢の巡回を強化し、秘密軍事基地を作ることを決定なされた。将軍はさらに強力な精鋭と武器を我々に与えてくれる。さらに、毒ガス弾、硝煙弾などの高価な武器を運んでくれる。我々が武漢への進軍の先鋒隊となる。それはいいですな。だから私はすぐにでも今の基地の建設を早めたい。この先の作戦で必要になるからな。周囲の集落の奴らを基地建設に当たらせます。そうだ。待て。我々は武漢で兵を集めるぞ。そうすれば人員の問題も解決でき、武漢を恐怖の底へ落とせるはずだ。大佐、いいお考えでありますな。お前ら、誰にも気づかれるなよ。絶対に奴らに作戦を知られるな。捕まえた兵士もしっかり見張るんだ。一人も逃がすな。すべてが終わった後に、奴らは皆殺しだ。はい。哎，你听说没有？昨天夜里呀，10几个人神不知鬼不觉就不见了呀。可不是，我听说还全是壮你说这年人年头啊，是什么怪事都有。那小闺女、小媳妇有人偷，那壮年小伙子也有人偷啊。可我听说是长江里边的李靖干的，他专门吸食壮年男人的脑髓来帮助自己修炼。乱世出妖孽啊！没事啊，我们还是少出门的好。快点，你快点，快点儿！我你呢？大佐殿、現在部下の市民は皆驚かれて、夜に出かける者はほぼいません。こんな状況では捜索の推進が難しいです。もしこのまま行くと、市民の家に入り込むことになる。それでは、暴露する危険が高まる。望むところだ。もし、昼でさえ出かけられないなら、帰って、我々の計画に有利じゃないか。どういうことです？つまり、君たちに危険が増えてしまう。君たち、気をつけるんだ。はい。妈的，这日本鬼子飞机不炸了，又冒出鲤鱼精。鲤鱼精黑夜出来捣乱也就算了，怎么大白天也闹鬼啊？还有，那出动的汉子怎么凭空就消失了？是邪了门儿了。王队长，贾司令，是我。现在武汉城内人心惶惶，大白天连一个人都不敢出门，而且大批百姓已逃出城外，我的城防工程不得不延期。如果现在日本人出现在城下，你让我这个城防司令放什么？贾司令，你息怒，我现在已经着手查这个事儿了，我相信很快就会出结果了。好，我
给你3天时间，3天时间给我弄清楚。啥意思啊？这人都咋的了？这武汉不是大城市吗？怎么比山里还安静？欢迎各位勇士凯旋呐！刘主任，请您立刻过去一趟。你们先回去吧。请。司令，刚刚来了电报，我们送出去的粮食已经顺利送到了前线战场。军事委员会对我们的工作十分满意，进行了通报嘉奖。这是通报文件。好。我最近在抓紧的盘点仓库里的物资，确保前线需要。不管遇到多大困难，绝不能在关键时刻给司令丢脸。好，王处长，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。不过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做出点个人牺牲也是应该的吧？司令放心，我一定再接再厉。司令，最近你可消瘦了很多，为了抗战大业，千万注意身体啊！哦，对了，我有个亲戚世代行医，叫王太和，也许你听说过。他对养生颇有研究，城南著名的和泰大药房就是他家开的。他用虫草、野山参和千年灵芝等数十种名贵药材，研制出了养生丸。我给你带了一些，你先尝尝。如果真的有用的话，我多给你带点。王处长，现在是抗战时期，前线吃紧，你还是把心思放在后勤工作上。是司令。好，司令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我就先过去了。好。你到底是干还是不干？我呀，回家，我要回家养老婆和孩子。你在这里一样给你工钱，而且比外头更多。少废话，给你们干活，最后还不是一个死？我没时间跟你啰嗦，马上给我干活！手在我身上长的，我是想干就干，不想干不干。渡辺君。は奴らには、暴力だけじゃ無駄だ。この野郎、口が硬い。こうでもしないと、見せしめになりませんよ、隊長。仕方がないと言ったか？鬼塚君、渡辺に対していい提案を出してみろ。刚才我听你说，你的2只手长在你的身上，干不干活由你说了算，是吗？如果我要是让你的2只手离开你的身体，是不是由我说了算呢？我干！你干！你不要忘了，皇军说过的话，你是不能改变的。我的手！我的手！哎呀，我的手！我们所有人都看见了吧？这就是违背皇军旨意的下场。赶快干活！在你们离开武汉这段时间，敌人的气焰愈加嚣张，城内的许多青壮年人神秘失踪，搞得人心惶惶，谣言四起，使得城内的一些城防工程不得不暂停了。我推测这是敌人进行的一次秘密行动，极有可能他们在城外构筑秘密工事或军事基地，
事关重大，时间紧迫，所有谜团要依靠你们光影突击队来解开。怎么样？有困难吗？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但我相信一定是郑雄他们所为。您放心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我们一定会将这个元凶擒获。辛苦你们了。今天晚上，咱们也去那些偏僻的街道溜达溜达，看看能不能碰上那个鲤鱼精。对，我倒看看这个鲤鱼精到底是什么玩意儿。可是就咱们3个，会不会太势单力薄了呀？如果遇到大苦敌人的话，那咱们……这次情况不一样，敌人不会太多。再者说，如果人多了，他们也不会上钩了。这次主要是看一看他们到底是从哪儿出城，或者说他们到底藏在城里的什么地方。今天晚上8点出发，这次行动的级别是偷摸级的，别让小静和邻居知道，免得他们担心。还有那个高龙，我总瞅高龙那小子不地道，上次袭击补给站，人家老石那儿啥事儿没有，就他整出点动静，让小鬼子发现了。好了，早点休息吧，晚上见。陈婷姐，丁三偷摸着出去了。老石刚出去，丁三也出去了。走，我们跟上去。夏安国，在哪？去哪？撤！抓个活的。那边。别动！不许动！不许动！
昨天敌人就是从这一带出去的，怎么就一点线索没有？小鬼子太他妈精了，这都翻遍了，就差挖坑找了。安国，不妨我们换一个思路想一想，敌人在城内一定有内应，要不然我们来一个守株待兔怎么样？守株待兔。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，王健林的嫌疑最大，就从他那儿下手。我有办法，这事交给我了。大爷，大爷，坐车吧。您坐好了。哎呀，三爷，你不知道啊，这帮人太狡猾了，我差点回不来了。还有什么情况啊？看清楚了，一个老的，3个小的。看准了？啊，对对对。嗯。哎呦，哎，谢谢。这丁三儿每天早出晚归，神神秘秘的，还老跟我借钱，问他做什么也不肯说。你说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？你呀，你把他那葫芦抢过来砸开看看，你就知道了。我才懒得抢他什么葫芦呢。雷安国，这高龙，你真的觉得他跟日本人有瓜葛？那只是我的一种猜测。你想啊，岗哨的鬼子你可以及时的处理掉，以他高龙的作战素质，不可能反应不过来啊。为什么会出现意外呢？还有，咱们半夜跟踪鬼子，高龙出现在那儿干什么呀？这确实都是疑点，不过我觉得不太可能啊。我现在也摸不清高龙的行为啊。现在敌我斗争情势复杂，咱们还是小心的好。哎，对了，老师，我听说那个高队长把家产都变卖了，什么意思啊？据说是国民党当局因为物资匮乏和资金紧张为由，无法支付在摧毁补给站中牺牲战士的抚恤金。高队长觉得愧对他们的家属，所以把家产都给卖了，把钱都送到了他们家中。其实我们也该尽一份力啊。嗯，咱们也尽量多凑一些钱送给他们。我师爷在哪？你交代我那事儿打听清楚了。王建立就是鬼子内应，他家来了米老三少那么4个人，中国话说的挺好，但是一听有日本口音。那3个年轻的说是一看就是练家的，那岁数大的估计是头，长得一脸凶相，脑瓜长四四方方，跟板砖似的。那个人就是鬼冢岩村。三儿，你在哪儿打探到的消息？属实吗？绝对属实。看来王建立是正雄在市内的内应，这件事情已经可以确定了。可是这王建立，国民党当局对他已经解除了嫌疑，而且他的工作还得到了表彰。要想当局对他采取措施的话，不太可能。不依靠当局，我们自己想办法。对王建立采取刺杀行动，这样王建立就会寻求鬼子更多保护，我们就可以伺机把鬼子引出来，然后消灭掉。那万一王建立跟贾志杰汇报呢？要查出是咱们，咱可浑身是罪也说不清了。不会的，王建立做贼心虚，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那么做的，更何况鬼子也不允许他那么做。安国说的有道理，但是这次的行动最好不要告诉刘主任，免得他为难。是不是军统方面
有什么命令要传达？我感觉你们都对我有误会。如果夏安国因为我是军统派来的而误会我，我可以接受，也能理解。但是我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连你也误会我。如果我想高考光影突击队，根本不需要和日本人联手。或许我应该可以相信你的，但我希望你能不能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你跟石鑫在执行同样一个任务，他没事儿，而你却暴露了？还有，在追击敌人的时候，为什么你会出现在敌人的活动场所？犯错就是犯错，我不想解释太多。陈静姐，啊，不是叫你在成衣铺等着我吗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挑了半天也没中意的，就过来找你了。陈静姐，我们回去吧，这街上乱糟糟的，没什么可逛的。好，走吧。高队长，高队长，你这是？哦，搬家。搬家？好好的搬什么家呀？搬到那边生活也方便些。回见，回见啊。走。这个人叫苏玉明，华翔实业公司经理，主要业务是五金加工和机械制作，资历非常雄厚，而且与军方合作密切，许多的武器部件都是由他们公司承办制作的。这个人的背景如何呀？他早年留学日本，有很多日本的朋友，因此也受到同行的排挤和诟病。军方对他也并不是太信任。很好，这个人将是我们重点的发展对象。还有这个魏华，是四海土木工程的董事长。四海土木是武汉最大的建筑公司之一，曾有人听他酒后发牢骚，说他们公司曾经承建过武汉城防工程。如果政府把他惹急了，他就会把城防情况卖给日本人，以弥补政府欠他的款项。武汉军政部门真的穷到了这种地步吗？你告诉他，愿意跟我们合作，大日本帝国加倍补偿他。还有这个，我同意你们的计划，这也是在城内能够把敌人引出来最可行的方法了。不过，我们还是得考虑周全，防止发生意外，给目前的国共合作带来不必要的伤害。我完全同意陈进同志的意见。这次行动的人员仅限于咱们5个人，行动的目标仅限于把敌人引入到王建立的家中，不可节外生枝。顺加一条，顺便干掉鬼冢元村。鬼冢元村是一定要杀的，但是这个人老奸巨猾，万一……我明白你的意思。行了，说一下计划吧。王处长，这些人在武汉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啊，他们都能起到一呼百应的作用。如果真的能为我们所用，用得好，其威力绝不会逊色于皇军的一个师团。你得功劳大大的，愿意为皇军效劳。王处长，在为皇军效劳的同时，也是在为自己造福啊。王处长，郑雄队长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满意啊，他很快就会拟定出相应的具体计划。太好了。
谁？王处长，他们已经走了。我们该怎么办？要不我赶紧报警察局？报警察局？你要把我交给警察局吗？不，我让他们来抓凶手啊！哼，警察局根本抓不住这凶手，他只能搅乱我们的计划，破坏我们的大事。如果不出我所料的话，今天这些人肯定是光影突击队。看来我们之间的合作已经暴露了。光影突击队，他们最难缠。我们，王处长，有我在，你不要害怕。不过通过今天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，你安排在外边的那些保卫人员都是一帮饭桶。那些笨蛋，说不定正在打瞌睡呢，怎么能对付得了他们呢？要不，赶紧通知郑雄大佐，让他多派些人来，加强保卫啊！王处长，据我推断，今天这些人不是为了杀你而来。如果真的是光影突击队，他们就这样一刀杀死一个人，匆匆地走掉了吗？而且他们杀的是假人，能没有所察觉吗？杀完人之后，对房间所有的地方没进行过搜查，这可能吗？那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他们肯定有别的阴谋。我知道他们的真正目的了，他们是想引蛇出洞。那好啊，那我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，我要彻底清除这些隐患，为我们的下一步行动清除障碍。王处长，你放心吧，我马上给郑雄大佐发电，让他多派些人手来保卫你的安全。好，这就好，这就好啊！王建立早有准备，一进门我就看出来了，床上躺的是假的。明知道是假的，我让你捅，你还捅啊？那你那小眼神，我还不知道你啥意思吗？你不就让我打草惊蛇做给王建立看的吗？那你知道王建立在哪儿看吗？哎，对啊，王建立在哪？你们俩说完了吧？打草惊蛇已经做到了，现在就等蛇出洞了。三儿，盯紧了，一旦发现任何情况，立刻采取相应措施。还有一点我们必须考虑到，鬼冢元村也许已经知道我们的目的了，或许他会借这个机会反咬我们一口呢。走着瞧。今、我々の行動はすでに肝心な段階に入ってきている。韓国と光栄突撃隊が計画の最大の障害だ。あいつはついてますね。何度も死から逃げられました。しかし今、韓国の光霊突撃隊を殲滅する絶好の機会を我々に与えた。絶対にこの機会を逃さない。隊長殿、私にお任せください。必ずこの手で韓国と光霊特攻隊を全滅させて、新生を捕らえます。奥志君、彼女のこと、君はずっと気にかけていたようだな。どうしても彼女を手に入れれないと分かって、だからこそ、韓国の死を見せてやるのです。彼女の苦痛に歪む顔、君はたっぷりと楽しむだろうな。どうかな？かもね。北志君、帝国の軍人として、個人の感情は許さないぞ。わかるか？はい！精鋭部隊を十数名君の任務に協力させる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！計画の実地は敵軍の勢力範囲だ。危険はいろんな方面からやってくる。万が一にならなければ、絶対に敵軍を騒がすなよ。あなたが何か行動する前には、必ずお父さんと相談し、許可を
得たら行動しなさい。わかったか？朱佐，这个王建立有重大的通敌嫌疑。有证据吗？没有确凿证据，但是我相信我的直觉，并且这个人身份特殊，我希望能够派有关力量进行调查。不用了，他的情况我们已经掌握，但为了获取更大的战果，暂时没有采取行动。可是据我所知，光影突击队马上有一次重大行动，为了避免被破坏，我希望能够得到朱佐的支持。戴局长对于党国军政官员卖国投敌情况向来高度重视。这样吧，我启用5号配合你。多谢朱佐。事关重大，不要鲁莽，要坚守一个原则：放长线钓大鱼。是。王建立他家上上下下所有人，那些要犯都见过，唯独这次这几个人瞅着面生。按你说的情况，领头的应该就是鬼冢北师。这下好了，俩父子都到齐了，动手吧。别急，这王建立家中房屋众多，内部的结构也还不清楚。如果贸然行动的话，很可能使咱们陷入被动。我倒是有一个办法。鬼冢北师2次挟持我来逼迫突击队就范，但最后都落空了。他一定耿耿于怀。根据他这样的心理，我在想，由我来出面吸引鬼冢北师，把他和他的队员吸引到咱们的包围圈，怎么样？不行。为什么？第一，敌人的目标是我和我们的突击队，不是你个人。第二，如果北师和他的人不全体出动，我们就很难将他们全歼。第三，这样做你太危险了。再说了，我们这么多老爷们儿，让你一个女的去冒这险，传出去多不好听啊！要去我去，你不是女的。安国，坚决不同意。钱进同志这么做确实太冒险了。安国说的有道理，咱们还是另想办法吧。お前はもう法天城にいた時のお前とは違って、今や立派な帝国の軍人になったんだな。お父さん、絶対ご期待を裏切りません。うん、いいだろう。せっかくの機会だ。少し聞かせろ。お前はシャア暗号特攻隊討伐について、どう考えている？現在一番の任務は王経理を完全に支配して、我々の行動に協力してくれることです。哎，你们干嘛？你们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算了，大哥，别追了，走。这是德国最新制造的勃朗宁无声手枪，这是子弹。这是美国高爆弹，弹片能够集中在一个固定区域，适合定向摧毁。よし。队长，有人让我把这个东西交给您。高队长为抗战之拳拳赤心，对弟兄之一片赤诚，令我们深感钦佩，区区寸心，聊表敬意。有新情况，
王经理他家大厨亲自上市场买了不少海鲜跟日本菜调料，说是要招待重要客人，还跟那些卖东西的说别往外乱说。确定吗？确定。这帮重要客人一定是鬼冢北市这帮家伙。全歼他们的时候到了。可是这会不会是个圈套？那又如何？我们要主动出击。就是，老师你想多了吧？小鬼子能想到我有那么大本事？把小精灵就叫过来吧。哎，爸爸，夏安国他们会上钩吗？他们的消息真的如此灵通？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，那他们就不配是光营突击队了。我提醒你注意，当你在跟夏安国较量的时候，轻敌给你带来的后果。这就是王建立家的平面图，这是餐厅。进入餐厅只有这一个通道，通道上应该有不少的人在警戒。我们跟上次一样，从这儿进入家里，兵分两路，一路去干掉暗哨，另一路直接进入餐厅，杀他们个措手不及。完成任务之后，和上次一样，按这条路线撤退。我们必须得考虑到，如果这一旦是敌人设置的圈套，我们被包围了，该如何应对？我是这样考虑的：消灭掉暗哨的一路人，完成任务之后，在附近占据几个有利的狙击点，让他们没法对我们进行合围。我的建议是，最好别进入餐厅，这样做太危险了。咱们可以把他们引入到院中，利用狙击点将其消灭。这样虽然稳妥，但是鬼冢父子会有逃跑的机会。我的建议是这样的，小静。你在附近的电话亭守候，如果我们真的中了圈套，立刻发出信号，请求高队长支援。我们有把握坚持10分钟。这样做还是太冒险了。作战本身就是冒险，我认为这个险值的。那好，我先进入餐厅，如果一切正常的话，你们再后续增援。你又来了，鬼冢父子我一定要亲手干掉。院子和房间内都安装了炸弹，日本人还配备了无声手枪，屋内还有很多的机关和暗器。几位干什么去？出去溜达溜达，咋的？不行啊？夏队长，我是不是也应该参加这次任务？或者说，我有责任参加，因为我也是突击队的一员。没听见啊？我们就是出去溜达溜达，谁规定突击队员就必须一起出去溜达的？我刚刚得到最新的情报，你们这次的任务有必要做出调整。那说说看吧。报告，屋内的炸弹安装完毕。报告，院中的炸弹安装完毕。很好，这次即使夏安国能够侥幸战胜我们的人，他也躲不过屋子里的炸弹和暗器。这回他死定了。就算他逃出了屋内的炸弹和暗器，他也逃不出我们屋外的埋伏区域。他们插翅难飞了。除掉了夏安国，我们就可以在武汉放手一搏了。全练下去，所有人员各就各位，等待目标的出现。嗨！石头，
一定是夏安国。他的同伙肯定就在附近接应，看来我们的计划马上就要实现了。大佐要是知道我们把光影突击队全部消灭，您说他该有多高兴？放心吧，我已经通知王副官，让前院的士兵不管后边发生什么情况，不允许他们过来，你就放心大胆的干吧。爸爸，接下来就看我的吧，请您到地下室静候佳音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，你的爸爸已经老到那种程度了吗？不，爸爸，我要送给你一个惊喜，请答应暂时回避半个小时，半个小时以后，您一定会看到您最希望看到的结果。K 种原村在哪儿？
喂，是宪兵队吗？城防后勤处王建立家中发生意外情况，请马上过来。再给次机会，关中北师呢？相国，有两下子，我大日本帝国最精锐的4名精英，加上那些防不胜防的暗器，竟然没有把你们2个杀死，佩服啊！让你费心了。你和你那个爹，还有你们那帮小日本帝国的畜生，还没有滚出中国，我怎么舍得死呢？相国，我很欣赏你这种勇气，只可惜你投错胎了。如果你生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话，你将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勇士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我可以给你机会。如果你愿意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效力的话，我可以饶你不死。做梦呢！我真不知道你们日本人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。你别说我不给你机会啊！你想想，你要是死了，陈静就是我的了。你愿意吗？撤！还有个种元村呢，动作快点，应该没啥问题吧？这次咱们是私自行动，万一暴露了，肯定会引起国共之间不必要的误会。你带他们先走，出什么问题我自己负责。用不了一会儿，这儿就会被包围的。都多大了，还用屁股思考问题呢？你们谁愿陪他疯，谁去。我回去睡觉。停！你这身人不少啊，
应该是陈建提前通知了宪兵队。安国，现在咱们必须撤。炸弹没有爆炸，这说明夏安国和他的人已经死在了我们队员的无声手枪之下了。炸弹没爆炸，太好了，这样就不会惊动宪兵队和警察局，省了不少的麻烦。好了，已经半个小时了，我要去看看北师给我的惊喜。去上门。혹시爸爸，接下来就看我的吧。我要送给您一个惊喜，半个小时以后，您一定会看到您最希望看到的结果。夏安国，首长，宪兵队高队长还有警察大队王队长带人来了啊！人呢？我说，一定是有人搞恶作剧，把他们拦在外面了。是。太君，太君，你说那个宪兵队跟警察局来咋那么快呢？不用多，再有半小时，咱指定能把鬼冢收拾。我倒不这么认为。敌人费尽心机的想要拉拢王建立设立据点，一定有更大的阴谋。这次放走了鬼冢原村，他们的阴谋说不定会提早实施，那就给了我们更多的主动权。我早就说过了，要放长线钓大鱼，太心急的话，有可能使全盘计划功亏一篑。时间不早了，大家早点休息吧，有事明天说。鬼塚君、緊急連絡が来て、我々の城内の情報拠点はバレる恐れがあり、一刻も早く次の作戦に進まないとは。隊長、どのように作戦進めますか？まだか。岡村将軍から増援部隊と物資供給が、いつここに着くのか。報告！入れ。敵の車両を発見し、こちらに急速に接近中です。全員警戒準備をしろ。基地がバレないように、万が一以外、決して発砲するな。ご安心ください。行くぞ。戦闘準備。状況はどうだ？敵はどうやら、こちらを目指してくるようです。隊長、部隊に出撃の命令を。いや、少し様子を見てみろ。隊長あれを。
ナミさんは、敵の包囲網を突破して、実に感心しました。派閥が複雑で、戦場でも交流なく各自に戦うから、それさえをよく利用したら、他の陣地の名で尋問を通せるはずです。うん。こんなに若くて美人のナミさんは、敵はすでに心が揺れていて、尋問すらもしないでしょう。私は顔で敵を通すほど不器用な女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。ははははは。冗談ですよ。岡村将軍の命令を受け、持ってきたのは例の武器以外に、細菌爆弾とドキットもあります。これは武漢城内への作戦に肝心な作用を起こすはずです。細菌爆弾。この爆弾は城内で爆発したら、半分以上の人がとても恐ろしい病に感染し、1週間も経たずに死んでしまいます。戦わなくても勝てる一番の方法ですよ。もちろん、万が一にならないと我々はそうしません。我々第二分校軍はこの町に入りますから。だが前線の戦況が厳しかったら、そうするしかありませんね。わかりました。今すぐ城内で、次の計画を実施します。ここはナミさんと渡辺くんに任せます。任せて、大佐殿に失望させたりはしませんから。よし。協力し合って、陛下と我が帝国に力を尽くしましょう。这是你发给你的行动队员的无声手枪，我检查过了，所有的撞针都被截断了，都不如烧火棍。这批枪支和炸弹都是从上级军火库领过来的，我暗地里扣下了一批，一直放在密室，从来都没动过呀。难道是德国和美国的政府与你们的国民政府在开玩笑吗？不，可能。王先生，我和郑兄大佐到现在为止，对你的忠心没有丝毫的怀疑。多谢，我一直是效忠皇军的。但是，你的部下和你的家人当中，肯定有内奸出卖了我们。这批枪支和炸弹是王副官负责操办的，难道是他？不可能，相册上的封条我看过，完好无损。王副官对我也是忠心不二的。不管怎么说，这其中一定有问题，所以我们务必千万小心。高队长，有一件事情还望帮忙。有什么需要，你尽管说就是。从敌人屡次在城内搞破坏的地点来分析，我断定他们有一条秘密通道直达城外。虽然还未找到出口，但是范围应该在这一带。种种迹象表明，敌人接下来会有更大的动作。突击队人数有限，希望宪兵队派出部分人员支援，在这一带秘密布控。没问题，这个我来安排。24小时不间断巡逻监视，只要鬼子露出苗头，绝对不会放过。那有劳了，那就希望咱们合作愉快。告辞。王处长，我需要的东西准备的怎么样？都准备好了。我特意找四海土木工程公司董事长魏华谈天说地，2瓶酒下肚，他就神志不清，说出了这些话。你做得很好，我们从现在所做的一切要对任何人保密，包括你的副官，明白吗？是，明白。